他怎么也没想到，爸妈竟然变得比蚂蚁还小。儿子14刚要问咋回事，老爸13就说：“你等会儿，我快憋不住了，想嘘嘘。”没办法，只好将老爸放在马桶上，然后拿起消毒液对着老妈真香那受伤的腿就是一顿喷呐。这边13完事不小心掉进马桶，真香害怕他被淹死，就让儿子克服一下，把老爸从马桶里捞了出来。虽然有些嫌弃，但毕竟是亲爹呀，赶快给洗一下吧。牙缸浴走起，还别说，这牙刷是比澡巾好使，搓的那叫个干净。等洗完再用吹风机吹干。那小风啊，好学没把他们俩给吹飞了。结果一不小心，真香吧唧摔进雪花膏里。哎呦我，这又得重新洗了。再看13在旁边笑得咯嘎的，14不乐意了，拿起刮胡刀对准老爸。就看这发型，起码得年轻100岁。好了，该睡觉了。现在爸妈这身高，床是睡不成了，但也不能将就啊。14拿出老妈没给洗的球鞋，那味儿是真上头啊。爸妈也只能忍了，毕竟儿子还贴心的把袜子塞在里面给当睡袋。看到这儿，大家是不是想问，他们俩为啥能变得这么小呢？这事儿吧，还得从几天前说起。14所在学校的墙上莫名其妙的出现裂痕，又正好14的爸妈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建筑工程师，他们俩受邀来学校查看情况，可没想到刚一进门就被落了一脑袋灰，这么大的安全隐患，当爸妈的决定给14直接办理转学。来到校长办公室，竟然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，油画上的2个人正在打架，老爷子一招小擒拿将大姐扔了出来，他们俩都懵了，啥情况？大姐正愁没地方撒气，现在这不是有了吗？她邪魅一笑，碗里的玻璃球开始飞速转动，刺啦一下，一道火光过后，他们俩就变小了。他们俩被吓傻了，一只大手从天而降，把2人成功关进鸟笼子后，大姐就走了。现在对于他们俩来说，正是越狱的最佳时机。有句老话说得好，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他们俩在鸟笼子里来回的跑，随着摆动幅度越来越大，鸟笼成功挣脱挂钩，撞碎玻璃，顺着窗户飞了出去。爬出鸟笼子，一转身正好看见马路对面的儿子，那扯嗓子使劲喊，却被路过的大车把声音盖过去了。他们俩漫步在街头，这要是走回家得猴年马月。幸好啊，天无绝人之路，一个外卖小哥从身边疾驰而过，好悬没给他们俩压了。见小哥把箱子放在地上，13顿时有了主意，带着媳妇儿就跳进了外卖箱子里，这不是妥妥的顺风车吗？就这么的，2人可算是到家了。其实吧，这个大姐生前是学校里的老师，咋回事呢？咱接着往下说。就在几天前，学校里发生一件诡异的事情，从垃圾袋里钻出来个烫了头的小骷髅，她就是大姐塞拉。之前因为试图取代校长的位置，被第1任校长给变小了，怎么也没想到100年后她竟然复活了。这次她打算借助魔法的力量重塑肉身，夺取学校的管理权，但这肯定要过校长这一关。要说高手对决，那是真狠呐！学校的墙壁上被打的全是裂痕。现任校长翠花来到办公室，亲眼目睹塞拉跟老校长之间的巅峰对决，但很快老校长因为岁数大，体力跟不上，被塞拉照脑袋哭哧一拳给打睡着了，还顺便踩在脚下彰显实力。翠花见此情形，立马不乐意了。塞拉只是微微一笑，下一秒碗里的玻璃球飞速转动，只听砰的一声，翠花也变小了。他给爸妈找了身衣服，还别说，穿上之后大小正好。又拿出早餐，我看这一根薯条够他们俩吃上1天了。接下来14又做了2个简易的安全帽，他要带着爸妈去学校把他们俩变回来。就这样，3个人出发了。这边塞拉让翠花乖乖交出校长的位置，那翠花也是暴脾气，拿起一个大针头飞过去，把塞拉扎得嗷嗷叫唤，随后转身从不到3米的桌子上一跃而下，撒腿就撩啊。那塞拉同样也是不好惹的，敢扎我，你胆儿是真肥呀！拿起个毛线球往前一撇，给翠花追的呀，最后还是难逃成为球的命运。这边14带着爸妈来到学校，他发现老校长累得睡着了，到现在都没缓过劲儿来，就连那碗里的魔法球也不见了。他在办公室里翻找，没成想却意外找到被缠成球的翠花。那14二话没说，拿起剪子就把翠花救了出来。他说那个魔法球在学校顶楼，里面还有塞拉的手下看着。就在几个人商量该咋办时，塞拉迷瞪着走了出来，拿起玻璃杯就把翠花扣在里面，吓得13和真香紧忙的钻进书包。此时13意识到危险，拿起书包就开始逃跑，可被留下来的翠花就比较惨了，被塞拉放进管道，然后拉下把手把她关到了机关里。这边14带着爸妈回到家，给他们俩安排了晚饭。还别说，这厨艺有点意思，平时跟他老妈是没少学呀。可总这么吃也不是个办法，为了让爸妈恢复正常，他决定找帮手拿回藏在学校顶楼的魔法球。但考虑到爸妈的安全，这次行动就不让他们参加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趁塞拉召开家长会时，行动正式开始。单打独斗是不行了，14叫来几个帮手，趁塞拉开家长会时，行动正式开始。他们5个人兵分3路，小帽子负责放哨，另外2个人去找校长翠花。这边14先用无人机把绳子挂在房顶上，然后他们俩靠着绳索爬到顶楼。小美负责转移看守的注意，14则从后面的窗户进入，偷偷拿走钥匙后，
将绳子固定在守卫的身上。他们俩完美配合，成功将他困在原地。就这样，14成功拿到了魔法球，小美也安全落地。同伴这边也比较顺利，找到了被困的校长，于是启动开关。可在这过程中发出的声音引起了赛拉的注意。翠花被救出来后，小美转动魔法球，那天空突然骤变，但翠花却没有反应。这时赛拉也赶了过来。就在关键时刻，外卖小哥过来送披萨。哎呦我，谁这么心大呀？还订了份外卖。打开一看，里面藏着13盒真香。原来他们在家始终放心不下，就把自己点了过来。突然赛拉抢过披萨，威胁13往后退，否则就把盒子压扁。说着走到油画面前，就想把披萨扔进里面。不料这时发生意外，自己也跟着进去了。随后一阵地动山摇，眼看大楼就要塌了。14表示不能丢下爸妈。这时13一顿比划，14瞬间心领神会，抄起魔法球扔进里面，周围的一切也回归平静。然而画里的人却消失了。就在几个人疑惑时，桌子上突然刮起带有魔法的旋风，只听砰的一声，画里的爸妈还有赛拉飞了出来。原来这一切都是老校长所为。最后他们考虑到赛拉的危害，就把他给抓了。而变小的3个人也成功恢复了正常大小。外面骤变的天气也变晴了，生活也恢复平静。